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好，等老师一下哦。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18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3集的词汇。好，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也别忘了多多留言然后如果你有朋友也在学习中文的话，你也可以推荐他来听我的直播课，来看我的直播课。好，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2个 HSK 第3集的词汇。好，请跟我一起念哦。第一个词汇叫华人，华人，你是华人吗？好，再来画，画。好，在这里呢，画这个字是现在代是什么意思？就是现代才有的用法。OK， 以前没有这样的用法，现在才有。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用法呢？等一下老师会介绍所以现在代的意思是，这是现代才有的用法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华人。好，华人很简单，就是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不论是住在中国还是海外，我们都可以叫华人。那怎么样才算是有中华民族血统？这个在大陆可能会念血统在台湾念血统。好，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的爸爸妈妈或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华人或者是中国人，那么你就算是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那不管你是住在中国还是住在国外海外，什么叫海外 overseas 海外，那都可以叫做华人。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的父母亲是中国人，你的爷爷奶奶祖父祖母是中国人，那么你就算是华人算是华人。华裔，好，这个林子问华裔呢，等一下老师来介绍一下华人跟华裔有什么不同好，秀珍说我的爸妈是潮州人，潮州人就是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所以秀珍也算是华人好，所以秀珍是住在泰国，她是泰裔华人，可以这样说，泰裔华人。好 ，OK， 或者是华裔泰人，我不晓得怎么说才对，华裔泰人或对啊，华裔泰人嘛，好，他是一个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好，所以他是华人，他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但是他可能有印尼的这个身份证，那他也是印尼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他可能是一个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印尼人，他可能有印尼的身份证，对不对？那可能他的爸爸或妈妈，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那他就算是华人好的，有点复杂，对不对？好的，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做个练习好，当地，好，当地就是 local， 当地在或者是 in that place， 当地在的文化，文化就是 culture， 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好，产生就是 produce， 我们中文的这个搭配会说产生影响 like have an impact have an influence， 中文可以用产生产生，当然你可以用有很大的影响也可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都可以。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好，答对了，非常好，有同学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华人的文化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的，
好，林子说华人在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觉得比较奇怪一点，我觉得比较通顺的说法是华人的文化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句子是比较通顺的哦。华人的文化就是 Chinese culture。好，当然你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华文化都可以，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啊。好，华人的文化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天，什么叫文化天？我没有听过文化天这样的说法啊。好，华人的文化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答对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哦。刚刚林子问华裔，应该念华裔啊，华裔才对啊。不过很多人念华裔，对不对？华裔是正确的念法。华裔是出生在海外，但是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所以各位同学，华裔跟华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华人指的可以是国外出生的，也可以是在中国出生的。不过中国出生的就叫中国人，对不对？中国出生的就算是华人，中国人也是华人啊，对不对？中国人也算是华人嘛。华人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怎么说呢？比如说新加坡人算是华人，对不对？然后台湾人也算是华人，对不对？那中国人也算是华人，对不对？简单说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都可以叫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出生的，还是在海外国外出生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华裔或念华裔，华裔一定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华人跟华裔最大的不同就是，华人不管在哪里出生，只要他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都可以叫华人，但是华裔一定是出生在海外，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美国人是华裔他是 ABC， 我们就会这样说他是 American born in China。所以他也算华裔，对不对？对，所以华裔的意思就是他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但是他是在海外出生的。那华人不管在中国出生还是在海外出生，都可以叫华人好 ，OK。华侨呢？华侨一般来说，应该是华侨应该是在中国出生的，然后后来呢，就可能到国外去做生意。比较像是这样子，然后在国外传宗接代，在国外有家庭了，这样叫华侨一般来说，华侨是中国移民出去之后，在海外结婚生子做生意，这个可以叫华侨好，而且华侨现在比较不常用了啦华侨现在比较不常用了算是一个比较旧的用法比较旧的用法好，我们来做题目。美籍是美丽华裔，这个籍是这样吗？好 ，OK， 没问题。但他不会说中文。好，请问答案是什么？美籍是美丽华裔，但他不会说中文。好，那为什么美丽不会说中文呢？可能他是在海外出生的，他不是在中国出生的，他没有学习中文的环境好，答对了，美丽是美籍华裔，但他不会说中文。美丽是美籍华裔，但他不会说中文。好，这个有人会念华裔，有人会念华裔，其实都听得懂，没有问题正确的发音是华裔好，美丽是美籍华裔，但他不会说中文 OK， 没问题。华侨的孩子叫华人还是叫华裔？其实华人包括华裔华人是包括在华裔的所以华人的范围比较大，华裔也是华人华裔也是华人，所以你可以叫他华人，你也可以叫他华裔，都可以因为华人都可以。但是华裔他一定是出生在海外所以华人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华裔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华人不管你在海外或在中国出生都叫华人那华裔他一定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你说华侨的孩子要叫华人还是华裔都可以啊，都是啊，他既是华人也是华裔好 Mandarin 说他爸妈没教他说中文，太可惜了。没错。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好，那可能你会觉得老师好复杂华人跟华裔好复杂。其实平常说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你可以说华人，可以说华裔，基本上都听得懂你不要太去计较它的不同当然它是有不同的，但是平常说话的时候，你说华人说华裔，其实我们都懂意思都懂意思。 OK， 好，那华侨基本上现在我说实话慢慢的这个词不太用了，这是个比较老的词汇了华侨现在我觉得比较少用了现在我们都说华人或华裔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字叫化。好，化这个是一个现代才有的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说什么什么化，它就是变成那样的状态 become that status OK， 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lik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have the quality of something， 所以我们这个化前面会加一些字，然后它的意思就变成那个样子的状态，那个样子的特质，那个样子的特色美籍华人、美籍华裔都可以，没问题，其实都可以，都听得懂Delia 平常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会管那么多，我们懂意思，不管你说美籍华人或美籍华裔，其实我们都听得懂。平常说话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在意不用太在意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句。吉隆坡是个现代化的都市，华裔不能有中华民国国籍。华裔能不能有中华民国国籍或中国的国籍 OK， 我不太清楚台湾的话，在台湾如果是美国人，可不可以有台湾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国籍好像不可以好像不行。对如果是华裔好像是不能有，如果是台湾中华民国好像不行我不晓得，我没有研究我没有研究。好，吉隆坡是个现代化的都市。好，大家发现化前面加上一个现代 modern， 所以变成英文它就是 modernize， 所以这个化有一点像英文的 barbarize 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在这个化字前面会加上另外一个词，然后这个就变成有这样的状态，有这样的特色的意思。好，那各位同学，所以他说现在代就是现在才有的用法，以前是没有这样的用法，现代才有这样的用法dialect 是方言方言dialect 方言好，那可能你们觉得老师我不太懂你说的意思耶。好，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跟什么什么话有关的词汇，它可以是名词，可以是形容词，甚至可以当动词使用。所以老师给你们几个很常见的什么什么话的用法。第一个，工业化。工业化，工业是 industry， 那工业化呢？ industrialization OK， 变成这个城市或这个地方或这个国家，它变得越来越很多工厂，很进步的感觉所以有很多工业区，那这个地方就工业化了工业化了。好，那工业化也可以指的是18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 OK， 工业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y Revolution。 好，
所以工业化也可以特别指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很多国家都工业化了可以说城市化，佳佳说城市化没问题，秀秀很棒，优化，优化就是把一个东西变得更好更棒，叫优化好，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话，以后你们在学习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样的用法，看到什么什么话，它就有可能是这个意思绿化，绿就是绿色，所以绿化就是在这个地方种很多树，种很多花，种很多植物，绿化。所以我们怎么把一个城市绿化呢？我们盖很多公园，对不对？我们盖很多公园，我们绿化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有很多植物，有很多树，这个就是绿化目前深圳是工业化的都市，好，我们可以这样说，目前深圳是工业化的都市。我们可以这样说目前深圳是工业化的都市好，再来国际化，很简单，国际是 international， 所以国际化就是 internationalization， 国际化就是哇，这个城市很国际化，表示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企业来这里开公司，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来这里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都市很国际化像这个纽约就是个很国际化的都市，对不对？东京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都市，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银行啦、企业啦把总部设在这些都市里面所以这个中国化中国化，全球化可以，全球化很常听到，就是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是个很棒的词汇。全球化的意思就是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但是大家呢就是彼此会交易，会贸易会输入产品，会输出产品，所以慢慢的这个叫全球化，就是全球开始彼此做生意，彼此贸易这个叫全球化。好，大阪变我们比较少说中国话我们中文应该不太说中国话，很奇怪，不会说中国话。全球化可以，绿化可以国际化可以，好，优化，刚刚秀秀说的优化可以这些都是常见的，古代话没有这样说，所以大家发现这些词汇不能乱用的它有些是有固定的用法，你不能随便用一个词就加一个化，不行它一定是常用的词汇才可以那我们中文不会说中国话、美国话、日本话，不会这样说，很奇怪不会这样说。好可以沙漠化，可以沙漠化就是大家发现地球变得越来越干燥了，对不对然后气候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多地方这个旱灾，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沙漠，所以这个叫沙漠化，可以，我们中文可以说沙漠化，就是很多地方慢慢变成沙漠了，可能这些地方非常的干燥。好，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了，这个句子很棒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了，因为国家跟国家之间都在贸易，都在交易，然后各国的人才互相的交流这个都是全球化的一个特色。好，什么之后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被中国化的老外。当然我觉得可以看得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常见的词汇，绝对是看得懂，当然我们懂它的意思，中国化，但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好，什么之后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好，各位同学请问答案是什么？好，那当然英国现在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18世纪什么化之后，英国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国家啊。对，全球化是 globalization 没有错，全球化。对，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答对了。工业化之后，好，我们答案是工业化之后，那当然是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开始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变成最 most powerful 最强大的国家啊。好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这城市什么后变成了有名的观光景点？好，这城市什么后变成了有名的 tourist attraction 观光景点？这个词汇很棒哦，把它记起来。答对了，这城市绿化后，那意思就是这个城市开始盖很多公园啊，种很多树啊，种很多花啊，所以这个城市变得绿绿的啊，很多很好看的植物。好，这城市绿化后变成了有名的观光景点，很棒啊，答对了。这城市绿化后变成了有名的观光景点。好，有些城市绿化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美观、非常漂亮啊，非常好看。好的，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往下看啊。好，这家公司需要更多什么的人才？好，什么叫人才？就是有才能的人，有才华的人，或者是工作能力很强的人，都可以叫人才。你是人才吗？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中文，变成一个人才。一般来说，人才是有工作能力很强的人，或者是有特殊才华、特殊才能的人啊，这个叫做人才。我们为了学习中文之后就会变人才了，对不对啊？因为你能够讲很多种语言。好，答对了。这家公司需要更多国际化的人才，这个很常用哦，把它记起来。如果你是个国际化的人才，那表示你的能力很强，很多国家的公司都需要你，所以你可能会讲很多语言，而且呢，你可能有很多方面的才能啊，很聪明，那你是个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人才。好 ，OK，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到的两个词汇，一个叫华人，一个叫什么什么化。那特别是这个什么什么化，这是个现代的用法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字加上化就可以了啊，它通常是有一个特定的用法啊，特定的用法。好，那么今天的课呢就到这啦，我们下礼拜一再继续学习国际的人才，不行，要用国际化的人才啊，用国际的人才很奇怪啊，国际化的人才是很常用的词汇啊，乔马。他是个国际化的人才，这种词汇很常用。他是个国际的人才，听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是国际化的人才可以。好，那么我们下周一见咯，大家晚安，拜拜。每天上老师的直播课之后，我们的中文优化了，不会这样说。优化一般是可能指的是软件吧，或者你把你的计划给优化了，一般不会指人，一般不会说我把这个人优化了，一般不会这样说，一般可能是你的计划，或者是你的销售方案，或者是软件，可能是个软件优化所以这个优化不是把人给优化了，一般是把一些系统或你的计划把它优化国际化是能够说很多语言，应该是其中一种特色哦。一般来说，国际化的人才，通常第一个可以说多语，第二个他有多方面的才华，比如说他国际贸易很厉害，他对股市很懂，他很了解外交关系这些都是国际化的人才啊。好，那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